澳大利亚又作死了，刚撕毁一带一路，立马就遭反击，鲜食葡萄清关受阻。不过既然不长记性，继续跟随美国针对中国，那就请做好挨打的准备。澳大利亚外长在几天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众宣布，将终止中国和维多利亚州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，并且扬言这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核心利益。当然，澳大利亚还有一些说辞就不多言了，反正也没啥用。真正核心的就是澳大利亚现在继续抱美国大腿，在针对中国的路上一去不返。不过澳大利亚时不时蹦出来针对中国，中国自然要反击了。仔细数数，最近这段时间澳大利亚已经受到了中国的3轮制裁，其中涉及到的原材料或者加工品，上到煤炭、铜矿石、燕麦草，下到大麦、食糖、木材、红酒、龙虾等，这些制裁确实给澳大利亚带来不小的损失，毕竟澳大利亚出口中的这些产品占据的份额确实很大。不过如今看来，光是制裁这些东西并没有让澳大利亚长记性，所以这次才会再次跟随美国针对中国，还做头一个撕毁一带一路的国家，真是不作不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了。据媒体报道，在澳大利亚撕毁该协议后，澳大利亚鲜食葡萄组织自曝，澳大利亚葡萄酒本就已经痛失中国市场，现在就连鲜食葡萄也很可能要痛失中国市场了。最近澳大利亚的鲜食葡萄在中国港口清关时遭到了延误，这无疑是中国的反击。要知道，鲜食葡萄和葡萄酒的和以前的那些大麦、食糖、木材之类的概念可不一样。鲜食品极为容易损坏，即便是冷藏运输，但时效性依然相当强的。时间一久，损失的自然是澳大利亚的农户了。据了解，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葡萄占据澳大利亚全部出口额的40%，而且不仅仅只有葡萄，还有早前制裁的品类也依然没有恢复。再加上澳大利亚国家大多数外贸出口都是流向中国，所以一旦中国不再从澳大利亚进口了，那么澳大利亚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，很可能会造成澳大利亚的 GDP 继续下降。虽然现在澳大利亚的疫情虽然没有印度和美国严重，但却也不是没有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加上外贸受损，澳大利亚怎么继续在国际上立足？要知道，经济是一个国家立足的根本，有钱才有武器，所以对于澳大利亚的再三挑衅，总要让澳大利亚撞一次脑袋才好。所以在澳大利亚再次作死后遭遇的反击中，除了鲜食葡萄，还有数家中企宣布将和澳大利亚的企业宣布解除合作。有澳大利亚学者早就有言，中澳关系一旦波及双边贸易，那么这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而言就是一场灾难。